恭喜你刷到了这部大尺度限制级恐怖电影。这就是今天咱们要看的超大尺度科幻恐怖片《狼狩猎》。故事从菲律宾押送重刑犯回韩国那天开始。虽说这些犯人手上都沾着几条人命，但押送的警员依旧不敢掉以轻心。每个犯人都有专属教官看管，还特意选了货轮走海路。遣返员以为这样安排就能万无一失，但没人知道，包括押送警员在内，这艘船上藏着一个比杀人犯恐怖100倍的危险存在。他嘴里塞满蠕动的蛆虫，看上去死了很久。不过第三方实验室特地派了医生，每隔6小时给他注射药物，防止他醒过来。当货轮驶入公海的时候，对危机毫不知情的犯罪团伙开始策划行动。这家伙用藏在嘴里的铁丝打开手铐，然后把铁丝丢给旁边的同伙，接着装回原来姿势，等待动手信号。货轮上大部分水手也早被团伙替换，武器也提前藏在厨房里。就在他们按计划准备行动时，不小心撞上要回屋休息的警员。看到对方手里握着 AK47， 再傻的人也察觉到事情不对劲，可他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儿。接着不出所料，几个人全送了命，团伙把尸体扔进厨房冷库，血液顺着下水管流走。这个看似普通的环节给后面的杀戮做了铺垫。干完这些，团伙直接闯进驾驶室，抢走货轮控制权，切断货轮和警方的通讯，还让货轮的信号从雷达上消失。由于警报系统没有触发，而且信号是在进入公海后才丢失的，警方没有进入紧急状态，只是一直尝试其他联系方式。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艘船马上就要变成犯人们的地盘，因为这群人第一次干劫船这种低级犯罪，紧张过头，在一片安静里发出巨大的声响。这时，有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倒霉蛋走进房间。妈，뭐 하는 거야？ 뭐 하는 거냐고？ 眼看计划败露，没办法，这家伙只好选择提前动手。他毫不留情咬掉警员的耳朵，然后用冰冷的眼神扫了一眼旁边的小弟。小弟马上反应过来，几下就让警员彻底失去反抗能力。同时，外面接应的同伙也到了。深呼吸，头昏是正常的。救出被看管的警员后，这家伙从小弟手里拿过匕首，不紧不慢地扎进他心脏位置。所有犯人被放出来以后，有个不怕死的突然耍起横来，非但不感谢这伙人，还想对女警动手动脚。只可惜他犯了男人最不该犯的错。死了，下次注意点吧。而在这群囚犯当中啊，存在着一个比他们所有人都要狠的狠人，那就是智宇。冷库渗出的血迹一路流到那个危险体旁边，他是对血腥味极端敏感的生化改造人。1943年，小日子的731部队在菲律宾进行了一项惨无人寰的人体生化实验，他们挖掉实验对象的眼睛，把狼血注入体内。这项伪装成人类的实验，最终目标就是造出一个对血腥味极其敏感、力大无穷还不老不死的生化人。就在日本人因为实验成功乐得不行的时候，意外降临。实验真成了，你们又不乐意了。好，生化人变抗日奇侠版。
最后实验室内没有一个人活下来。现在血液顺着管道正好滴在生化人的面罩上，浓烈的血腥味叫醒了这个沉睡了数十年的抗日奇侠。对此一无所知的犯罪团伙闯进机房，他们下来本来只是为了找卫星电话然后搞破坏，但对突然闯进来的陌生人工作人员当场让他们离开机房种地。没想到这家伙二话不说，对着员工就是一顿猛扎，完全不讲道理。유성전어딨어? 유씨야. 알아듣게 말이 씨발아. 엔진 컨트롤룸. 问出卫星电话的位置后，机房里好几个无辜工人也成了刀下亡魂。闹出的动静终于引来了其他警员的注意。 여기 총 쏘면 안 돼요. 배 멈춰요. 여기 엔진 있어요. 이 새끼야. 아니 씨발 경찰이 사람한테 이렇게 총 쏴도 되나? 이제부턴 정당방위야, 이 씨발놈아! 听到这动静，其中一个犯人当即选择投降，可换来的却是一梭子看不见的子弹。听了工作人员的话，为了不让货轮出故障，两拨人马上开始肉搏，但罪犯根本不管船会不会停下来出故障，对着警方就是一通猛射，而机房里浓郁的血腥味最终引来了一个狠角色。再说生化人，前面提到过，他力大无穷，而且是生化改造体，也就是说他刀枪不入。看到这一幕，在场所有人都愣住，因为这家伙的外形和能力完全超出常人的理解范围。更吓人的是，生化人像狼一样靠嗅觉和热成像锁定猎物。生化人每踏下一级台阶，所有人的心都跟着猛跳一下，直到旁边一个精神小伙率先打破平静。可惜生化人一下就割开了小伙的脖子，顺手把他身体撕开。装了一辈子狠的哥们儿，最终还是怂了。反应过来后，他马上选择逃跑。毕竟这生化人可是一下能把人脑门撞碎的怪物。跑了一半，这家伙越想越气，举起 AK 对着下面一通乱扫，也不管是不是自己人。一梭子打完，同伙死伤惨重，生化人却毫发无伤。这下他是真害怕了。但生化人可不会让你耍完威风就跑，他嗖的一下追了上来，掩护他的小弟挨了一记重击，当场丧命。话说回来，打狗也得看主人，你敢杀我小弟，今天就算不跑了，我也得弄死你。于是这家伙抄起 AK， 冲着同伙就是一通乱射。结局就是生化人一拳就让他胳膊搬了家。但让我纳闷的是，这家伙都快被打成碎片了，怎么还想耍威风？最后这家伙的脑袋也搬了家，喷涌而出的血液流进机器设备，导致货轮发生故障停了下来。另一头，韩国国防指挥部折腾半天后，找到货轮失踪前的最后一张照片，放大一看，船体上明显有血迹。总指挥老王立刻意识到船上出了预料之外的叛变，同时他接到上级电话，上级让他马上带精英部队搭乘驻韩美军直升机赶赴货轮。这些犯人倒无所谓，关键是那个生化人必须带到上级面前。听到这话，老王气得恨不得用邪轮眼把上级拽进神威空间，再用火盾朝他裆部猛喷，你自己怎么不去？而怒火攻心的老王左眼闪过一道绿光，看来他的身份也不简单。回到货轮上，在这场杀戮中侥幸活下来的两个船员打算用救生艇逃离这个恐怖的地方。两人正解绳子，解到一半，其中一人就死在面前，还没等他思考，生化人突然从天而降，最后两人全死在了那里。我是大远，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